这个拳法传说是武林第一，柔合众家之长，避其之短，动作轻如飞腾，重如霹雷。此拳法气以止痒而无害，握拳如卷饼，出拳如瓦楞，左右把靴握，练腿又使腰。如此厉害的拳法是何来历呢？原来蛇鹤八部是由武林八大掌门共同推炼而出，融合了各门各派武学精华，招式千变万化，变化多端，是武林至强至刚的拳法。原本八大门派打算共同练此绝顶拳法，从中选一个天资最高者担任盟主，匡扶江湖正义。谁知一夜之间，八大门派全部离奇失踪，下落不明，就连蛇鹤八部也不知所踪。对此，江湖中人议论纷纷，有说八大掌门中出了奸细，也有人说是高手杀人夺宝。可始终没有蛇鹤八部的消息。直到3年后，郊外的湖边人烟稀少，一个小伙正在独自垂钓，3个凶神恶煞的壮汉围上来，称看到他藏有蛇鹤八部拳谱，把拳谱交出便可放他一马。小伙出言讥讽兄弟3人，3个壮汉一拥而上就要硬抢。谁知这3人有力无脑，既然揣着蛇鹤八部的拳谱，小伙自然也会上面的武功。3人真是光长年纪不长脑子，也不想想小伙能是普通人吗？不过片刻，小伙就将3个蛮横壮汉打得满地找牙。3人心知这是遇到硬茬子了，于是开口询问小伙身份。小伙名叫杰克陈，虽是籍籍无名，可武艺高强，喜欢打抱不平。没人知道杰克陈师承何人。这天，杰克陈来到一个小镇，瞧见一个小叫花因偷吃馒头被老板给抓住了，责问。杰克陈豪爽地替叫花付了钱，还大方地提出要请他吃饭。小叫花也不客气，直接去了镇上最好的酒楼，点的是山珍海味，玉石珍馐。杰克陈出手大方，花起钱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此举被一个小偷盯上，小偷故意撞在杰克陈身上，便趁机偷包，但是被发现了，扔下包袱逃跑。不料包里露出蛇鹤八部拳谱，在场的武林中人纷纷眼红，有甚者更直接冲过来明抢，可他们的功夫实在是不堪一击。杰克陈拳法刚猛，虎虎生风，这些宵小之辈哪里是对手？不过片刻就被他们给击退。奇怪的是，杰克陈拥有蛇鹤八部的消息传开，非但没有逃走，反倒是大摇大摆的在客栈住了下来。可是他才刚到了房间，就又有一个人主动找上门来，请杰克陈到城北破庙一趟。杰克陈如约来到此破庙，楼上站着位容貌美丽的女子，她是唐门第3代掌门唐平儿，张口便要买下蛇鹤八部拳谱。杰克陈岂会答应？二人一言不合便较量了起来。原来唐平儿不惜一切想得到蛇鹤八部拳谱，只因其父就是当年研发蛇鹤八部的8大掌门之一，他想查出父亲的生死之谜。可面对杰克陈的蛇鹤八部拳，唐平儿当真是无计可施，就算与副帮主联手也不是对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杰克陈离开。就当杰克陈回到客栈，房里又多了一个女子出来，竟是之前一起吃饭的小叫花。原来小叫花名叫黄珠，是飞虎堡堡主的掌上明珠，也想看看蛇鹤八部拳谱。杰克陈懒得理他，黄珠成功的被他气走了。这时一个老叫花冒了出来，直接就跟杰克陈较量了起来。比起那些人，老叫花武艺高强。原来老叫花是新任丐帮帮主，他棍法精湛，然而后生可畏，杰克陈的蛇鹤八部更胜一筹。想知道他为何故意显露拳谱，他突然掀开老叫花左边衣裳，想看有没有黑痣，确实没有黑痣，才将他松开。黑龙帮的前帮主得知此消息，也对蛇鹤八部产生了兴趣。职业杀手湘西3霸找上门来，要价20万两帮他抢拳谱。前帮主冷笑着拒绝了提议。黑龙帮人才济济，何须他们？紧接着派出手下去找杰克陈，说是黑龙帮堂主夫人相邀。杰克陈把他们胖揍了一顿，然后爽快答应扬长而去。晚上，杰克陈孤身赴宴，传说黑龙帮孙夫人美若天仙，杰克陈也想一睹芳容。果真如传闻，孙夫人长得美，性格也豪爽，她开门见山直捣黄龙，只要杰克陈交出蛇鹤八部拳谱，便送他10万两，包括他自己。杰克陈吓得倒退一步，声称要不起，所以都不要。孙夫人心知美人计不成，只得使用武功。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一个助手，两人联手起来十分厉害，不知是打不过还是不愿较量，就连杰克陈也连连后退。突然一侠客打扮的男人出现，利落的让二人身消玉殒。男人自称是来帮杰克陈的，希望杰克陈能利用蛇鹤八部解开8大掌门生死之谜。杰克陈没搭理他，扬长而去。当杰克陈回到客栈的时候，唐平儿再次出现，这次他带来了厚礼，唐门镇派之宝金孔雀，提出用至宝来交换蛇鹤八部。可杰克陈依然不为所动。另一边，黑龙帮前堂主得知孙堂主没有完成任务，
于是采取了下一步行动，让人围攻杰克臣，抢到全谱。就当双方打作一团之时，那名侠客再一次出手相助，为保护杰克臣，侠客受了伤，便将他带到一处荒宅疗伤。黑龙帮紧追不舍，双方又再次对峙了起来。杰克臣无法，只能在此应战。幸得他习得蛇鹤八部拳法，不然对上这些人岂不危险？纵使敌人很多，也伤不了他，毕竟自古英雄出少年呐。眼看那么多人奈何不了他，领头持刀向侠客砍去。杰克臣急忙赶上去帮忙，没想背后的侠客却突然出手，一刀砍向杰克臣。原来侠客竟然是黑龙帮行堂堂主乔办的。眼看杰克臣就要被擒之时，数把唐门暗器飞来，黑龙帮的小喽啰全被秒。唐平儿带着副帮主拉风出现，接着便同黑虎堂打了起来。唐平儿的武功显然不弱，顷刻间便送走了黑虎堂头头。行堂堂主倒是脚底抹油溜了，他救下重伤的杰克臣，唐平儿却未趁机抢走全谱，反倒是尽力帮杰克臣疗伤。因为通过几次交手，唐平儿觉得杰克臣并非坏人，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找到父亲。黄珠儿此时找到这里来，他怀疑是他们伤了杰克臣，二人一言不合便动起手来，空气里都是争风吃醋的味道。杰克臣闻声也从屋里出来了，这时众高手纷纷赶来，其中当属飞虎堡来的人最多。黄堡主也就是黄珠的父亲，他借帮杰克臣疗伤之名出手偷袭，便将其制服。紧接着杰克臣被带往飞虎堡，当他搜出拳谱时却傻了眼，因为拳谱里根本空无一字。与此同时，老叫花找到好友卢老怪，联合唐平儿三人决定一起前往飞虎堡去救人。可这飞虎堡内人多势众，就连卢老怪也被堡主生擒，将他与杰克臣关押在一起。两人志趣相投，结拜成兄弟。不曾想这卢老怪根本关不住，因为卢老怪除了武艺高强，还擅长开锁。两人一声不吭逃出了飞虎堡。与此同时，飞虎堡前院，老叫花和唐平儿正跟黄堡主他们奋力一战。对战之后，好不容易冲到后院，却发现杰克臣早已经逃了。他们感觉这一小子太没义气，居然一声不吭的就跑了。另一边，杰克臣告诉卢老怪，自己要找一个肩膀有痣的人，而且时机未到，不能说出原因。就还剩黑虎帮前帮主没查看，正说着遭遇了黑龙帮的围堵。两人猜想黑龙帮的前帮主他的肩膀上会不会有痣，于是卢老怪就冲上前挑战，故意扯开了前帮主的衣服。果不其然，一颗黑痣赫然在肩，原来他就是杰克臣要找的人。这时老叫花等人赶了过来，话说黑龙帮是江湖第一恶，众人不约而同的联手对战。就这样双方缠斗了起来，毕竟都是一方豪杰，武艺不弱，打起这帮小喽啰自然轻松。然而这前帮主武艺超群，在场居然无一人是其对手。黄珠自不量力，上前单挑他，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。黄珠就此领了便当，杰克臣只得带着众人逃离，来到一处相当隐蔽的地方，竟然见到失踪3年的方丈。见到众人，方丈不再隐瞒，道出当年众掌门失踪的真相。3年前8大掌门被人下毒，一个蒙面人突然闯入此间，对8大掌门痛下杀手。韦方丈强撑着与蒙面人较量，打斗之中瞧见蒙面人左肩有一颗黑痣，紧接着一路踉踉跄跄逃走，幸好被路过的杰克臣所救，伤好之后传授他蛇鹤八部。3年苦练，杰克臣终武艺大成，方丈便吩咐杰克臣以拳谱为饵，演出真凶。如今真相大白，前帮主就是杀害众掌门的真凶，为武林除害，8大门派联手在华山之巅与黑龙帮较量。方丈让杰克臣单挑前帮主，若是前帮主胜出，便放他离开；若败了，终身在少林面壁赎罪。就这样，二人在华山之巅比试。没想到，本以为武艺超群的前帮主却并未占上风。原来杰克臣的蛇鹤八部已是炉火纯青，大有所成。然而，就当杰克臣主动进攻时，却发现前帮主的下盘极稳，无论杰克臣使出什么招式，他都纹丝不动，一个不留神，杰克臣还被他的长拳所伤。这时老叫花急忙提醒，千万不要硬碰硬。杰克臣心领神会，以蛇拳攻击小门，敌强我退，出其不意的攻击。不一会儿，杰克臣竟然占了上风，就连前帮主也有些吃力。这时职业杀手湘西三霸赶来，前帮主急忙求助，可对方却坐地起价，张口就要40万两。无奈前帮主只得暂时答应。话说这3人
人打的是配合战，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面对奇功，杰克陈有点招架不住。这时师傅提醒他逐个击破。就这样，杰克陈冒着受伤的风险将其中一人解决，余下的2人便自乱阵脚。杰克陈趁机反击，很快就解决了这3人。这时的前帮主已休息好，原来他刚刚利用湘西三霸，只是为了消耗杰克陈的体力，以及看清他的招式路数。前帮主大展身手，越战越勇，杰克陈无法，只得苦苦支撑。交手之中，前帮主还使用了铁头功撞向杰克陈。黄堡主看出其中破绽，想起女儿黄珠，于是把手中的2个铁球扔给了杰克陈当武器。虽说前帮主的铁头功硬，可敌不上2个10斤的铁球。就这样，杰克陈将前帮主打败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部《蛇鹤八部》上映于1978年，早期的功夫片，武打拳拳到肉，招式质朴刚健，没有现在武打的炫目华丽。但是小编个人更爱老电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